始今天第一组对决，要出场的是哪2位？情商低，门墙老师情商很高，我就选门墙老师。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感觉门墙老师距离很远。对，我就记得你第1年穿的那个就是纱的那种，像古偶，就是仙侠那种感觉。小海老师的内容就很好，比较有共鸣，就是讲婚姻也好，或者讲职场的东西啊。讲完就淘汰了，婚姻职场都淘汰了。对，但好内容总会被看见。你能开个班儿，我跟你学一下。门墙老师他是内心很发光的脱口秀演员，像水晶一般，他是整个很清透的一个风格。想输，门儿都没有，就是这么有腔调。小心点，上海人来了。那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喜单3年的老朋友，是我们所有人在时尚圈的人脉，但是他的精致背后也许也有烦恼。开场不容易，请大家多多鼓励，我们掌声有请门枪。大家好，我是门枪。3年了，老朋友了。说到老。我最近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朋友们，我39岁了。哎，就等这个反应哇！互联网上现在我已经被称为中登了。哎，我说我上海人可不可以叫摩登啊？就是我知道我看起来没那么老，让我很难受的一点就是，如果我看起来老，大家至少会尊老。但我看起来还行，所以我没有得到尊重，我光老。哎，我比翟佳宁大10岁。哇！他们尊称他为大宅，叫我小门。很像一个奇怪的组合，大宅门。哎呦，现在别人问我岁数啊，我都不正面回答了，我都说我87年的，我让他自己算，万一他算出来29呢？但这么做也不稳妥。上次有个朋友说：“哎呦，门枪，恭喜你啊，明年退休了。”我说。脱口秀演员呢都很贱，在知道我的年龄之后，一直会问我一些很古早、很刁钻的问题。蒙哥，你下过香吗？用过粮票吗？我说没有，我用的是银子。哎，他们问起来没完没了的，烦死了！老师要给他们科普一些上个世纪的事情。我说来吧，一次性跟你们讲完，来，听好听好。在我那个年代啊，我的 QQ 号码就只有7位，加班真的有加班费。中国男足真的进过世界杯。他们只听到 QQ 7位，那你身份证呢？我说18位，他说哦，那我们一样。我说哎，不太一样，我310开头，我不。现在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了，腿脚不太好。我现在啊，只要这个腿站超过5分钟，就很容易麻。所以如果等一下我突然不讲话了，我就是演完了，但是下不去。当然了，其实虽然内心很焦虑，你们还是可以从我身上找到一些松弛感的，对不对？我的脸，皮肤松弛，尤其是我现在很多时候工作要和一些明星和爱豆同台，哇，他们的皮肤好贴好紧啊，没有毛孔的。我上一次皮肤这么好，1987年。太焦虑了，太焦虑了！我女朋友为了安慰我，她说：“不如我们就你陪我出国旅游散散心吧，我们离开这个制造容貌焦虑的地方。”我说：“好呀，好呀！”我就答应她了。然后呢，我就陪她去了意大利。我大意，路上全是帅哥。哎，我在那边我一点都不焦虑了，我纯自卑。我们第一天到那里点菜的时候，我说：“哎，你要吃什么？”她说：“随便，都是我的菜的。”
讲完他就站起来，我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去拍一些风土人情哦。我回来相机看哪有风土，全是人情。我气死了！我当时啊，要能站得起来，我早走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治疗容貌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容貌治疗。所以今年1月，我去了一次韩国。我知道你们有一些疑问 ，Yes I do。第5代黑钻超巨核能超声炮，不要做。医生说这个东西的副作用是会肿1个月。当时1月，我3月演专场，我说来吧 ，do。做的时候他还问我痛吗？不痛的话，我们把功率调大。我痛死了，但我没说，我一样付了钱的，必须享受最大功率。所以他问我痛吗？我一边哭，一边说啊你啊。做完之后，他说：“恭喜你顶住了最大功率。由于是最大功率，所以会肿4个月。”我说。然后回来演专场的时候，我的脸肿得像猪头一样，收到很多恶评，门腔整容失败，门腔的脸蛮化了。恶评下面也有人反击他，说不，门腔只是中年发福呢。哇，我往下翻评论，还是有懂行的人说他只是做了超声炮在恢复期。是我小号，真的很怕变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去寻求我爸的帮助，毕竟他当老人比我有经验。我说爸，我好焦虑，我39岁，马上40了，怎么办？他说，哎，你不是已经41了吗？上海人说虚岁的呀。我说不是虚1岁吗？他说哦，虚1岁那个是郊区的算法。我说你胡说八道。他说嘿嘿嘿，变老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胡说八道，你不能拿我怎么样。正巧那个时候有个很烦人的邻居来找他出去，我爸说没空在忙，那个邻居还在说你个老头子有什么好忙的，敲门。我爸就用胡说八道来拒绝社交请求，他甚至都不用好好想理由，张口就来，在忙呀，在忙呀，听得懂吗啦？哎呦，马斯克找我帮忙办积分落户。胡说八道真的有用，朋友们，那个邻居再也没来找过我爸，所以我现在有点懂了。我现在这么别扭，我怕老，是因为我还不够老。等我足够老了，我也就可以不在乎。就是谁能拿一个老人怎么样？朋友们，等我足够老，我就去制裁那些不文明的人。我遇到有人插队，我就插到他前面，然后躺下。他问我干嘛，我说我住这儿，户口在这里，你想怎么样啊？你插队，我落户。恶人还得老人磨，遇到那些公共场所抽烟的人，我就过去对着他的脸我咳嗽，我把他咳走，追着他咳到他把烟掐掉，咳到他受不了，说：“哎呦，你想怎么样了？”我说：“看不出来吗？想加你好友。”其实已经讲完了，有点麻。我还是会担心自己之后变老的样子，但我觉得好在我很庆幸我有这个舞台，因为我知道我们演员站在台上，你们就只想看我们最真实的样子，对不对？对。现在就是我最真实的样子，因为4个月过了，我消肿了，谢谢大家，我是门枪。谢谢门枪，喜欢门枪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门枪，开场开得很好啊！谢谢。很好，紧张吗？非常紧张，节目组也很照顾我，知道我年纪大，所以让我早点开完就可以去旁边稍微静静享受大家演出了，这样。很悲观呀！你怎么觉得你要去旁边？你不是在这儿看呢？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哦，就变老就会这样吗？对，就是网上都说30是更好的18。但我觉得我39就是更好的40，就感觉那种不会再好了那种感觉。怎么39不是41吗？这个就是市区的算法。这是一种报复，你知道吗？
因为你说39就老了，然后估计我们俩可能想法是一样的，哪跟哪儿啊？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就是那个心态，然后在意别人看你自己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对，所以说你看你39，我们都50多了。你不是你把你自己聊自己，他比我还大，他比我大，然后不知道吧？非得强调，你知道吗？我发现哟，原来大家变老的心态都相似，是，所以我很有共鸣。但是你到你后面说的时候，我就听不懂了。哦，什么这个泡那个泡的时候，我发现还是有代沟，完全听不懂。这个不用听懂就不要做。就是什么大黑泡什么的，那个超声炮，就是平时洁牙的时候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想让牙齿洁白，然后就是做的一种护理。护理的时候，有时候脸会肿，大概是这种。你是这么理解的，是吧？还有个养生节目，而且我没有感觉出来你紧张，主要腿麻了，他主要是麻了，麻了。我很喜欢，很喜欢。谢谢。前2天我跟文昌刚做过那个采访，对，那天我觉得你特别紧张，今天我反而觉得你很轻盈。以前感觉你还是那种更偏温柔的那种在说的一种状态，现在我觉得你能量越来越强，整个人也越来越自信。今天开场非常棒，谢谢。还有你见到他的时候是在40天内，现在已经过了40天了。我就前2天刚见到，是吧？啊，4个月。上岁数的耳朵不好，这个你们要这必须得还回来，你知道吗？耳朵不好，脑子不好，这很正常。那您听的倒是挺清楚啊，那挺有意思的。这大林是最年轻的，但我们叫您大林哈。他也叫大宅啊，是大宅啊。我有这个感受。你看那个孙红雷，他比我大4岁，但是呢，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所有人都管他叫红雷哥。管我叫叔，他可比我长得老啊！问题是，有的时候是自己对世界的判定跟世界看你的样子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是吗？没事，这个他出生就是黄渤，辈分比你还大呢。看，伯伯。行了，唐伯，别聊这些天了。昨天有人管我叫李伯伯来着。哎呀，说句实在话吧，没有人在乎咱们这儿这3岁2岁的这个差别了。成，谢谢文强，很好的开场，谢谢。他们说你讲年龄焦虑，你讲自己觉得容貌焦虑会有一点点冒险，或者他们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最内心的想法。我也马上40了嘛，想聊聊这个。干杯！我说我马上40了。因为网上有人说30是更好的18岁，但40就只是更好的41，就是我觉得不会再好了。更好的41也很好呀，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在努力，我们每一年都没有摆烂，我们没有就是很颓废，多好。这个是对，就是有退路。我是你的退路，你是我的靠山。嗯。生日快乐！还得到词好吗？1、2、3。跟文强对决的这位朋友，之前在曾经的节目里面对内衣这个事情小发雷霆啊。上一期的时候对这些街边偷拍的朋友有点勃然小怒，那今天会说些什么呢？我们掌声有请小海。大家好，我叫小海。我最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情商很低，经常嘴比脑子快。前2天我看见一个演员，他鼻子长得特别好看，我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夸他的方式。我说：“你这个鼻子，是不是做的呀？”他说：“是。”我说：“我是不是太冒犯了？”他说：“是。”我赶紧跟他说：“对不起，我是想夸你。”他说：“没事儿，我不在意。”我说：“我不信。”这就是我夸人的时候很鲁莽，道歉的时候我又很鲁豫。
我工作的时候情商更低。前两天我去一个公司演出，结束了一起吃饭，旁边人我都不认识，我就开始给他讲红酒。讲完我问他，我说您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我是副总裁。你们有人给领导上过课吗？有人给甲方爸爸当过爹吗？你知道当时有多尴尬吗？就一个老板在饭局上，没有人给他敬酒，只有我在教他品酒。就他平常参加饭局都是，哎，张董、李董，然后到我这儿，这个你懂不懂？更尴尬的是，他说完他是副总裁之后，我说副的呀，副的那更该学了。我真不知道我情商为啥这么低。我明明看过很多那种提高情商的书，但是没有用，没有用，书到用时方恨没有用。有点意思。因为那些情商书里净教你点没用的招儿。有一个书里教我说，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停6秒。我说停6秒，就我这脑子话停6秒，我都忘了。而且说话怎么停6秒呀？别人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情商智商都没了。有一次我试了这个方法，我录那种带观众的播客，我说话停6秒，台上6个主播，我根本插不上话。后来视频放出来，都有人问为啥这个观众要坐在台上。真的没用，很多情商书都很水。我买了本黄渤老师的情商书，叫《黄渤的说话之道》，作者是张孝恒。我估计黄渤老师都不知道他有这本书，我估计他看到这本书都得说什么说话之道，我不知道呀。这本书的内容啊，就是整理了黄渤老师之前说过的话。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书还是《论语》。这全书第一句话就给我震撼了，说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黄渤没有帅气的外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情商书第一句就没有情商。我说这玩意儿我已经会了呀，根本就没用。网上还经常给我推各种什么高情商话术，说你真是太厉害了，这个点子相当不错，这个方法我试了，特别像阴阳。有一次发完工资，我说老板，这工资也太多了吧，这怎么能花得完呀？这些方法都没用，所以我现在也接受自己情商低了。但我现在真的不理解，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情商要求有点太高了。我甚至看到网上有人问，如何高情商吵架？我说吵架最重要的是高情商吗？啊，吵架最重要的那不是低素质吗？没有人吵完架说，哎，那句话也太难听了，我情商也太低了。所有人吵完架都是那句话那么难听，我咋忘了说了？真的，我觉得不用逼自己高情商。其实我觉得情商低也挺好的，因为情商低的人我们都很真诚，对吧？你看那些情商高的人，从来都不跟你说实话。我有一次去演出，有个人情商特别低，直接跟我说你牙上有菜。然后突然想起来，刚才有个高情商的人跟我说：“你今天的笑容很特别。”真的，其实我觉得情商低真挺好的。情商低，你还更容易让别人相信你。你看那些，比如说跟领导表忠心，那些情商高的人就很难，对吧？你看关羽还得说但凭驱使，绝无二心；诸葛亮还得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飞只需要说俺也一样。我觉得真的不用逼自己高情商了，因为很多成功的人，他要是情商高了，他就成功不了了，对吧？你看，如果鲁迅见谁都夸，他成不了伟大的作家；
对吧？如果乔布斯好说话，他也做不出伟大的企业；如果翟佳宁不爱骂人，他能当冠军吗？如果我没有教副总裁品酒，那该有多好！上脚让谢谢大家，小海。谢谢小海。喜欢小海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我现在好期待黄渤老师的高情商点评啊！那书我知道，机场有一段时间到处都是，我都绕着道儿走。但是呢，有的时候吧，自己碰到不会说话的时候，自己也偷偷翻着学一下，经常啧称叹。你瞧瞧人家说的，对，这是又学到高情商，又学到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跟您学习的，其实就是。但他也是很善良，内心很善良。在咒骂的时候还不忘说一句，估计黄渤老师也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你知道吗？但是黄渤老师有自己最近写一本书，叫啥我给忘了，对不起。但是堪称情商之典范。我都没有，我智商也没有，对不起。哎呀，你说他不宣传吧，他记得这个事儿；你说他宣传吧，他忘了啊；你说他故意的吧，他对不起。哎，很巧妙啊，很巧妙。最近没写什么书啊？啊，最近没有，这真没有。哦，你说他诚恳吧，他造谣。哎。太好了，真的是，我觉得我能成为你这个段子里边的一个出彩的梗，我是感到无比的骄傲。谢谢您，真是宽宏大量，谢谢您。哎呀，你们俩情商挺高的呀！我主要是怕我演完之后收律师函了，我就对，您肯定不会的，谢谢。对，那本，你说他傻吧，他把路全堵死了。谢谢您，谢谢您，主要是您让奖就非常感谢了。你之前也没跟我商量过呀。大林也是，就是大家口中这高情商的典范呀。听的这个话题感受如何？啊，我再等6秒。我再等6秒。这个小海真的是和之前他越来越好。是，谢谢。主要是今天的观众也特别好，今天的观众。你上台之前吃什么了？你到底怎么？你底层代码是什么呀？什么逻辑？这是真好，是我这人从来不夸人，我就是。你那本书他没白看，我觉得我那本书还真的值得研究研究，你知道吗？还是有用，还是有用。哎呦喂！我说我怎么那么喜欢小海？他就有一种又钝又机灵，就是你两边都沾，但是你在不同的领域用的都特别好。但我觉得你的底色是特别真诚的感觉。谢谢，咱们底色都真诚，都真诚。我也特别喜欢您，我都喜欢，我也喜欢黄渤老师、李乃文老师，还有郭麒麟。你这情商太高了，这个你知道，这个喜欢就不珍贵了。你就是喜剧之王。我 get 到了，不能太假，确实。听听乃文哥吧。啊，我这低情商的，我还有资格说话吗？没事，您跟我学呀，您。哎呦呵！但是真的，首先咱不说情商的问题啊，就是他很真诚，就是当然了，低情商不代表他不真诚。真诚很重要的。刚才你的话题，说实话还能让人思考，就是那高情商就一定会虚伪吗？也不一定，对吧？像这种又真诚又高情商的，那真的是有啊。我跟您4位这聊天，这堂课值1000块钱，一人250的意思是吗？我数学还可以。你知道吧？这个乃文老师情商没太有，智商还是在线的。多么完美的一场聊天呀！我们快把门枪请到台上吧。谢谢。
看看这场超声炮对决高情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请看大屏幕。恭喜小海！那很遗憾，按照规则，我们要请170票的门枪暂时前往待定区。这个第二赛段都比较关键，是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原因，因为去年其实我就是第二赛段输的走的，所以有心魔在，倒不是怕输，而是我怕我自己演不好，是不是自己的水平就是不够高，或者就是没有在进步。恭喜小海192票，直接晋级。哎呀，因为我这个人吧，虽然说话难听，但是我也有点自觉，就是哎呀吧，我又怕得罪人，又天天得罪人，就是又容易惹人生气，又怕人生气，然后还得反复跟人确认你到底有没有生气，反复确认知道他真的生气了。就是我希望我，不小心说了这个人，但是你呢不要生气。我觉得小海特别会给人情绪价值，因为每个人都会紧张是好的，紧张是有助于你发挥的。我第一轮的时候，我们一块上开放麦，我就跟他说我焦虑啊，今天演的好不好？他说你绝对没问题，他会给你很饱满的情绪价值。海姐呀，其实特别爱关心别人。她今天还给我发微信，她一般在网上看到什么有用的，她认为对我有用的素材，她都能给我发过来，说大宅你看这些素材你能不能用上？我认为还挺好的，她是这么个人。小海很率真。其实这种率真，我觉得在真诚的人眼里就是会欣赏的。脱口秀演员恰好也都是一群很真诚的人，所以我们很幸运碰到小海，小海当然也很幸运碰到我们了。开场的2位就很精彩，那我们马上开始下一组的对决，我们看一下要出场的是哪2位。我和川池更像是一种师兄弟的关系。我俩最开始都是在沈阳大风天喜剧接触的脱口秀，另一方面我俩还都是沈阳建筑大学毕业的，所以也非常巧合。对，校友。所以说我感觉我俩比还挺好的。希望川池演的时候吐字能像第一轮一样清晰。希望杨天比上一轮高1票。这太不现实了，我这个起码是现实的。那第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来自东北，现在住在上海。可以说东北呢是他的往事，而上海是他的现在进行时。掌声有请川池。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川池，大家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一个黑龙江人，大学毕业那年来了上海工作，来了之后马上体会到了上海的快节奏，在一家广告公司实习了半年，刚转正就被公司裁员了。我说我这是被公司退订了吗？甚至我收到 HR 给我发来的消息的时候，我发现我跟 HR 的聊天记录一共就2条，第1条欢迎加入，第2条非常遗憾。我真的感觉时间要是再短一点，他都可以把第1条撤回。就刚转正就被裁，我都反思自己，我说我是不是平常做了什么出尔反尔的事儿遭报应了呀？我确实是不应该经常开通这个视频软件的连续包月，然后马上就取消。我赶紧像那些视频软件求我一样，就求 HR， 我说您真的要残忍的把我裁掉吗？要不再免费体验2个月呀？HR 狠心的让我离开了，同时也安慰我说：“你看开一点，是被裁了，好歹有 N+1，就你工作的年份加上1就是我的赔偿。”我觉得这个计算方式有些问题，因为我已经做完的工作，钱不都已经给我了吗？我失去的是我以后还能继续工作的机会。那 N+1的 N 为什么是我工作了多少年？那不应该是我距离退休还剩多少年吗？我知道这么说可能对有一些老员工可能不公平，但是公司走出自己什么人性化，那我就觉得应该灵活一些。你 N+1既然都叫赔偿了，那就应该哪个时间长你就按哪个时间赔。裁员只是我财富自由的第一步。
以上呢就是我被裁了之后的一些幻想。被裁了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不敢回家。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跟家里说我要去上海打拼，结果半年就回家了。进门我爸就得问我说怎么儿子，公司放暑假了？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公司下半年让我自习。而且被裁之后，我才意识到，就失业这个事情，在我们家竟然是一种传承。我爸当年27岁下岗，我24岁被裁员，真的，我们爷俩失业的岁数加一起都到不了退休年龄。那子承父业，成的是失业，爷俩凑不出来一个社保，又不敢回家，我也没有找到新工作，我最后去投靠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大学同学，叫江哥。那段时间活得就非常谨慎，就因为我明明在黑龙江，我要跟家里假装我在上海，有一种回黑龙江潜伏的感觉。每天早上一睁眼特别割裂，说我弟家在东北黄浦江上。每年秋天我家会给我邮很多吃的，说到了秋天需要贴秋膘。那段时间我妈有一回把一整箱的哈尔滨红肠从黑龙江给我邮到了上海，我再托朋友从上海给我邮回黑龙江，是吧？我说今年这个贴的秋膘还是个回旋镖，是吧？一个快递整整发了6天，最后是个省内快递。我在那拆快递的时候，我江哥在嘲笑我，他说这个红肠跟你一样啊，去上海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红肠在提醒你，我肠儿回家看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越来越容易被发现，因为到了冬天，上海和黑龙江的温差实在是太大了。我妈有一天给我打视频电话，她打着打着就问我，她说上海现在这么冷吗？怎么你一张嘴嘴里还冒哈气呢？我赶紧跟她狡辩，我说啊，我可能就是有一些发烧。我后来查了一下，我如果想要在零上12度的上海，因为发烧张嘴冒哈气的话，我得烧开。在朋友那儿住的也不是非常顺利，他本来跟我说你来了就随便住，无所谓，人家当时就是客气客气。我真往心里去了，我住了半年，我住到后来他都开始点我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他客厅里看电影，我说这是什么片子？他说这是一个得过奥斯卡的韩国电影，叫《寄生虫》。非要拉着我一起看，看完之后还问我什么感受。我说我想把我爸我妈接过来一块儿住。我看完那个电影，我就开始思考，我感觉被那个电影点透了。那谁还不是个寄生虫啊？我看开了，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寄生在学校，工作以后寄生在公司，我今天开始打算寄生在喜单。喜剧之王单口记嘛，你这。我可能就是爱当寄生虫。我那天晚上决定回上海了。我甚至给我这个心态找到了一个出处，就有句古话说得好，我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那寄蜉蝣就是寄生虫，渺沧海就是去上海。我想明白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确定了我再回到上海之后的目标。我现在就是寄蜉蝣于新天地，讲脱口秀来爱奇艺。讲完了，谢谢你们川池，谢谢大家。谢谢川池，喜欢川池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川池。川池是编剧对吧？对对。我觉得他的那个写故事的能力特别特别强，好像在看一个电影的感觉。你的说的特别有一种叙述感，然后也特别的有很多精准的一些细节，就听着很舒服。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在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能感受到这个，说作为一个打拼者，一个年轻人，在这个人生阶段的那个境遇。我可能我得没情商几句了。我是感觉，首先您这个编剧出身，您肯定您这包袱都挺工整的，但是吧，就是他让人觉得这东西他肯定不差，但是他也谈不到特别惊艳。基础分肯定低不了，但往后走的话，可能您还真得再想想别的办法。好嘞，我想想，我学习一下。
回去找咸鱼补补课。也不能走偏门吧。看到了潜力，就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跟要求。谢谢川直，谢谢，谢谢，请来到休息区。第二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上一轮讲的是他爷爷的那些故事，这一轮他要跟咱聊的是职场，但是他的职场跟咱的职场可能有点不一样啊，听一听具体怎么回事。掌声欢迎杨仔儿。Hello， 大家好，我叫杨仔儿。毕业工作过2年，太累了，不干了。我现在就想找一个那种有钱没活的工作。找过一个在大学城的文具店看店的活啊，老板说每个月底薪3000，但是绩效是店里当月流水的10%。我寻思这也太大方了。我第1个月到手3002块7，2块7那叫绩效吗？那不是给我底薪扔余额宝里了吗？老板倒是很年轻，没什么创业经验，刚上大2。我见他第一面我就知道我来对了，这地方绝对啥事没有。我就没见过哪家忙碌的公司，老板办公桌上挂着4级必过的。我见过大资本家，还头一回见男大资本家。人别的老板都是那种不苟言笑、难以接近，他成天呲个大牙往那一杵，你就感觉拉布布活了。拉布布白天都在学校上课。跟我说，万一学校有人买货，就打电话叫我去送货。早上8点钟跟我说的，下午4点才打来第1个电话，着急忙慌的。我寻思来什么活了吗？他说他作业忘带了。天天在这上班，啥事儿没有，就连一个能勾心斗角的同事都没有。刚来的时候，店里还有一个财务姐姐，也就是老板的母亲。后来财务也离职了。据说是和老板理念不合，老板一直想引进一台进口设备，但是财务不给他买，死背是2。后来店里还招过一个年近70的大爷啊，大爷来的时候因为刚退休，在家闲得难受，干了1个月也不干了，因为在这儿闲得难受。我跟大爷共事那段时间，我就见他干过一件事，吹笛子，吹的那叫一个好啊！我就在边上看小说，我俩一个调素琴，一个月金经。真的，你们根本都想不到这地方得闲成啥样啊！就大爷来上班之前，他都不会吹笛子。我们店里卖的主要就是那些建筑学学生做模型用的材料啊，也就是我的老板做模型用的材料。我支持大学生创业，但我的老板真是让我看不到任何能运营好一家公司的潜力啊！我们店里卖的一管胶水，9块5进，7块5卖，得亏是让我发现了，不然我们的进货商能来找我们进货。成天看孩子这样，就总忍不住想帮一把啊！这毕竟我虚长他12岁嘛。但孩子是真啥也整不明白啊！我们店里卖的那种白卡纸板，这东西非常容易受潮，受潮就会变形，变形它就废了。我就眼睁睁看着我大2的老板进一批扔一批，进一批扔一批，他想不到任何的办法。有一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顺手买了2防潮箱子给板子装进去了。没想到他跟我说：“哎呦，我杨哥太帅了！”你说我咋就想不到呢？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有啥想不到的？那东西潮了，咱得防潮。你说咱都大2了，你说咋的？这是大3的知识吗？还是怎么的？但是他夸的有点太真诚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要来店里，就会盯着那2防潮箱子，欣赏。
一边欣赏一边夸我，他夸的有点太狠了，给我夸的感觉那俩防潮箱子是我发明的。偏偏我又是那种不经夸的人，他一夸我，我就想干点啥，所以后来我又陆续发明过垃圾桶、拖布，在别的地方累死累活的当个牛马，到这啥也没干，当上牛顿了。成就感一旦来的太轻松了，就很容易产生依赖性，啊，慢慢我干的活越来越多，干点啥他都杨哥太帅了，有的时候我刷着蕊炮骂我，我都得上会儿班缓缓，太治愈了。解忧文具店，你在这块擦个地，哎，杨哥太帅了；你倒个垃圾，杨哥太帅了。哎，杨哥也没干啥，哎。就是越来越帅了。原来劳动才是杨哥最好的医美。一个年下的老板夸人的方式就是这么有力，切匮乏。我们店里有一台做模型用的激光切割机，老板一直不会用，我一上手就研究明白了，给孩子激动坏了，指着我就喊：“哎呦我杨哥，哎呦我杨哥，你就我爹。”朋友们，我是上过正经班的，但我从来没听过一个老板这么纯粹的夸赞。怎么老板还可以这么提拔员工吗？没给我涨薪，直接涨辈儿了。果然机器好使了之后，就有他的同学来店里求着他用那台机器，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狂暴。每次有他的朋友来店里，他只会跟他说2个字：叫爹。那段时间每天上班都能固定多几个孙子出来，上班上出了一种子孙满堂的感觉。我寻思你作为一个老板，你给我开支就行了，你不用给我散叶啊。但没想到后来单子越来越多，可店里就我一个人，我又得接单，又得生产，又得送货的，我根本就忙活不过来。后来我又开始加班，加到后半夜3、4点钟啊，我大2的老板一丁点忙也帮不上，因为他们查寝。真的那段时间给我累的，我心脏都疼。我现在不能这么干了，别最后他创业未半，我中道崩殂了。干了1个月，店里挣着钱了，老板对我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也不夸杨哥帅了，见着我不错啊，杨哥好好干。不是他跟谁学的呀？怎么挣着钱了，突然就变成一个老板了？好在我每个月有店里10%流水的绩效。但是他说杨哥，我们店最近准备扩张，账上暂时没钱了。账上没钱了，那你手里那台 Switch 2是哪儿来的？他甚至学会给员工画饼了，跟我说杨哥，你只要好好干，等新店开了，我就让你当店长。当上店长了，1个月没白忙活，但1个月以前杨哥当的不是爹吗？果然当老板的挣着钱就变了，而我依然想找一份有钱没活的工作。谢谢大家，我杨仔。谢谢杨仔，喜欢杨仔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我记得黄渤老师第1轮就很喜欢杨仔的表演哈。上一轮的表演，我觉得是堪称经典啊！那文本1个字儿不能多，1个字儿不能少，写得非常准。但这次就等于是取材了一个这个很独特的一个角度，很少人能有这样一个经历，还是对生活的那些细节提炼的蛮妙的，很奇妙。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
杨仔是刻画人物的能力特别强。上次其实他也是在说一个人，然后这次又把这个大二的老板，就是你说的很多细节，他就好像很生动的在我们面前，就觉得你好会写人物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您这包就写的特别过硬。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脱口秀和其他这种喜剧形式的区别在于，它要传递很多准确的情绪和态度、观点。就您这节目和上一番那节目其实都是比较偏荒诞，算是独特经历吧，算是。那这个事儿确实它真能存在吗？就这个？真的存在。我真有一儿子，他。对，我是当时全职干了脱口秀之后才和他断绝关系的啊。主要周中没啥事儿干，我就寻思找个地方待着，然后啥也不干，能挣点钱也挺好。那老头学会吹笛子，你学会脱口秀了。我只是觉得就是，可能是由真实生活改编的，但是，对于我们听者来说，它确实有些过于荒诞了。但我觉得，因为您这包袱确实设计的足够有保障，所以说就可以让大家我们什么也不管，我们就跟这儿就听，它有意思就完了。我不一定非得在这儿听到什么所谓的共鸣什么的，我是这么看的。谢谢老师。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难，我看就是大家的脱口秀呢，基本上是说自己，咱们有一个直观印象，他那个代入感啊，就很容易就被带入进去。但是他说的是别人，说的是那个老板，大二的老板，他真的能把这个老板刻画得非常生动。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你的形容也特别准，就是我是觉得他和他妈就是两个拉布布。在那儿是一个上学，一个当会计，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老板，但是呢，也有点自己的那个小心思在。这个我觉得挺难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们把川池也请回舞台中央，看一看这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呢？请看大屏幕。恭喜杨仔，那很遗憾，按照规则，我要先请161票的川池暂时前往待定区。恭喜杨仔195票，直接晋级。段子肯定都是有一些艺术加工，这个确实很荒诞、很抽象。因为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感觉，这个经历感觉太独特了。就是我真没想到这么年轻的老板能让我遇上。一直幻想着能过上那种有钱没活的工作，但是真闲下来真没活了的时候，我又会去不自觉的找活。目标就是闲着，但是我往那一坐的时候，我就不受控制的，我就扒拉扒拉这个，扒拉扒拉那个，然后就忙活起来了。因为在一个这样的单位，你想获得点成就感，真的太轻松了，就是这种成就感真的让人上瘾。